各位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对推理探案这方面的内容是不是感兴趣？我本人呢是非常的感兴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过我早期的几期视频节目，是介绍鹤唳华亭中的那些反转情节的。我是抽丝剥茧，做了一番非常烧脑的分析。虽然说那时候呢看的朋友还不多，但是呢那一番烧脑也是让我乐在其中。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起案件，这是一起发生在大唐期间的连环系列谋杀案。听这名字是不是就挺惊悚的？其实内容更加的惊悚。我建议啊，胆子大的朋友可以准备一些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之类的东西以备不测。胆子小的朋友们呢，特别是那些女同学们，我建议是准备一个枕头。听到我讲到那些特别惊悚的环节的时候呢，如果害怕了不敢听下去了，就干脆用枕头把自己拍晕了，听不见为净。好的，给大家半秒钟的时间准备装备，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故事。跟大家开个玩笑，这个故事呢当然是没有那么惊悚，今天呢咱们说的还是历史。不过说它是大唐连环系列谋杀案，确实一点不为过。为什么呢？咱们先说这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就是大唐的武则天，武皇后。受害人分别有武则天的小女儿安定公主，武则天与李治的长子太子，后来又被追谥为孝敬皇帝的李弘，以及继任的太子，后来又被追谥为章怀太子的李贤。这三个人都是武则天的亲生骨肉。但据传这三个人的死与武则天都有脱不开的干系，或者可以说就是武则天杀了他们。别人生孩子是用来养的，武则天生孩子是用来杀的。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呢？武则天是不是真的杀了她的三个亲生骨肉？在以前的视频节目中，我们谈到过安定公主，就是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公主的死与武则天无关，是属于自然死亡。那么后面紧跟着的太子李弘以及继任的太子李贤的死，是不是跟武则天也无关呢？武则天难道她就这么清白？那个在很多人眼中视权如命、不惜一切代价的武则天，难道真的变成了玛丽苏？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连环命案的第二起，就是太子李弘死亡一案。咱们先来说说死者李弘。李弘24岁，生父是唐高宗李治，生母为当时的武皇后。案发时间是在上元的2年，也就是公元675年的4月。当时他在和他的父皇李治以及母后武则天在游历东都的合璧宫时，突然吐血而亡，死于启云殿内。从北宋穿越而来，由欧阳修、宋祁率领的新唐书探案小分队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李弘是被谋杀的，而犯罪嫌疑人就是他的母后武则天。犯罪动机有2点。第一，当李弘作为太子监国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后宫中他见到了他的2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益阳、宣城2位公主。这2位公主是萧淑妃的女儿。萧淑妃被处死以后，这2个女儿就被武则天放入了冷宫，终日不与人交流。岁数呢也都不小了，差不多30岁了，但依然尚未婚配。这里还有一个小备注，根据《新唐书》的记载，益阳、宣城2位公主这时候已经过了40岁，这一点明显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他们的父亲李治才只有44岁。李弘心地善良，看到这2个姐姐呢非常可怜，后来呢就向唐高宗李治诉说，请求赦免他这2个姐姐，让他们嫁人出宫。武则天知道以后呢，非常生气，就随便的指定了2个当时宫中的侍卫，做了这2位公主的夫君。虽然草率地处理了这2位公主的婚姻，但是武则天仍然觉得太子李弘和她不是一条心，对此记恨于心。犯罪动机之2是在死者死亡之前，高宗李治刚和太子说将要传位于他。
而一心想登上皇位的武则天知道以后，就想在太子登基之前把他杀掉，以便自己有机会荣登大宝。这个犯罪动机完全符合《新唐书》中对武则天的人设，所以也成为了这个专案小组的最有力的犯罪动机。除了犯罪动机以外，《新唐书》专案小组呢还出具了一些证人证言。第一个证人证言呢，是在唐肃宗时期的一个叫柳芳的史官，他写了一本书叫《唐历》。在这本书中，关于李弘的死有过这样的记载，大概意思就是说，李弘非常的仁孝，深得高宗李治的喜爱，但是呢，因为他请他的2个姐姐出嫁，得罪了武则天，所以最后不以寿终。不以寿终的意思呢，就是非正常死亡。第二份证人证言呢，出自于唐会要，记载的也是在唐肃宗时期。宰相李密曾经对唐肃宗说当年孝敬皇帝仁孝，深得皇帝的喜爱，但是天后也就是武则天方图临朝，乃镇杀孝敬，传位于雍王贤。就是说武则天想临朝把持朝政，所以就毒杀了李弘。以上就是欧阳修、宋琦所率领的新唐书探案小组的结案报告。结论只有一个：杀害李弘的凶手就是他的生身母亲武则天。这份结案报告后来又辗转传到了也是从北宋穿越蹭车而来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检察官领导小组手里。司马光看了这份卷宗以后呢，从内心来讲，他是非常的希望武则天就是杀人凶手的。但是呢，他也从这个卷宗中发现了很多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如果贸然的全盘接受这个结论的话，有可能会破坏他信史的美名。所以呢，司马光就做了一番巧妙的安排。首先呢，他是把很多有可能导向武则天杀人的一些事件呢，都堆积在了死者死亡之前的日子。比如说李弘解救2位大龄公主的事情，明明是发生在4年以前，但是呢，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模糊了这个日子，让人看起来感觉就是发生在死者死亡之前。再有就是明明发生在上元3年，也就是死者死亡之后1年，郝处俊阻止高宗李治禅让皇位与武则天的这件事情，他把它也放在了死者死亡之前。总之，这些资料罗列以后，就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武则天杀人的动机非常的充分。在最后，司马光为了顾全自己信史的名声，还写了这样一番话，说：暗红之死，其事难明。今旦云时，人以为天后朕之，以以传疑。大概意思就是说，李弘之死真相难辨，但是呢，当时的人们都说是天后毒杀的，也可能是以讹传讹吧。再后来，这个卷宗又传到了后世某一个人的手里。这个人呢，名字有点怪，他叫阿贾莎·弗兰克蒂，听着是比较耳熟，好像是某位作家的名字。这位阿贾莎·弗兰克蒂根据卷宗中所提到的史料，再加上自己的逻辑分析，得出了一个与《新唐书》《资治通鉴》完全相反的结论，就是李弘是病死的，本案没有凶手。在展开分析之前，咱们先说说李弘这个人。李弘是唐高宗的第5子，也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长子。在前太子李忠被废以后，作为嫡长子的李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太子。李弘是一个心地非常非常善良的人，以仁孝著称。他曾经在和他的老师郭瑜学习《左传》的时候，当他读到楚国的世子米商臣弑君篡位的时候呢，是怒不可遏。他就对郭瑜说《左传》怎么能记载这些凶狠残暴之事，我实在是读不下去。后来呢，郭瑜呢就开始教他《礼记》。其实啊，一般的小孩都喜欢读《左传》，因为《左传》里头很多的故事，而不愿意读《礼记》。《礼记》呢都是一些所谓的繁文缛节，读起来是晦涩难懂。但是李弘宁愿读《礼记》，也不愿意读那些残暴不义之事。
从这里也能看出他心地的善良。郭瑜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李治和武则天，他们夫妻二人对这个儿子也是非常的满意。那么那个让李弘都读不下去的米商臣弑君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在这里呢又不禁的要跑一下题。这个米商臣啊是楚成王的儿子，是他的长子。这个人长得很有特点，他是风目柴生，就是说他的眼睛啊长得像马蜂的眼睛似的，然后呢发出的声音呢是像豺狼一般的声音。总之啊，不管是视觉还是声觉，这个人呢都很负面。但是啊，楚成王偏偏非常喜欢这个儿子，有可能楚成王也是变形金刚迷，喜欢大黄蜂，他就把这个儿子立为了太子。当时很多大臣呢是劝他，让他先等等，等他有了其他的儿子呢比较一下，然后再决定谁来当太子。但是呢，楚成王不听，果然没过多久，楚成王就后悔了。他这时候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大黄蜂，开始喜欢他的另外一个小儿子。大黄蜂知道以后呢，觉得非常的危险，于是就请教他的老师潘崇。他的老师呢，就给他出了3道选择题，答案只有 yes 和 no。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你将来愿意安心的侍奉你的弟弟吗？大黄蜂说 no。第二个问题，你想要逃到国外去避祸吗？回答还是 no。 第三个问题说，你准备做点什么大事吗？回答是 yes。 米商臣当然知道他的师父潘崇所说的大事指的是什么，指的无非就是弑君篡位，杀死他的父亲。米商臣说到做到，随后他就收买了宫中的甲兵，在某一天的夜里包围了楚成王的寝宫。这天呢，楚成王刚刚让厨师啊为他炖了一只熊掌。他在等待美食的时候，他的儿子就闯了进来，而且逼着他让他上吊自杀。楚成王就央求他的儿子说，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让我吃完这个熊掌再死，行不行？其实啊，他是想拖延一点时间，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数，毕竟炖熊掌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他的儿子也不傻，马上就明白了他父亲的意图，就对他父亲说，你要是饿了，我可以让人煮一包方便面给你，熊掌就算了吧，时间太长。他的父亲一听要吃方便面，马上就说，那我还是去死吧，于是就上吊自杀了。楚成王死了以后，米商臣呢和那些大臣们在商量，说要给他的父亲定一个什么样的谥号。米商臣就说，给他一个灵字吧，按照谥法，灵是一个恶谥，意思是乱而不损，就是说国家动乱了，但是呢好在没有伤到根基。得到这个谥号的人呢，是说他荒唐而且无所作为。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谥号以后，已经躺在地上断了气的楚成王居然睁开了眼睛。当时把周围的大臣和米商臣是吓得够呛。米商臣赶紧改口说，那就给他一个成字吧。话音未落，楚成王的眼睛就闭上了。顺便说一下，这位楚成王就是跟晋文公重耳签订了退避三舍协议的那个楚国的国君。米采臣继位以后，就是后来的楚穆王。他在位呢还算是干得不错，楚国的边境呢也得到了扩展。后来他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楚庄王。楚庄王就是大家熟悉的那句3年不飞，一飞冲天；9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历史原型。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说一鸣惊人的历史原型呢是齐威王。到底这2位谁是原创谁是盗版，其实呢也无关紧要，咱就让他们2位自己去打架去吧。楚庄王最后是带领楚国走向了强大，他也是春秋5霸之一。好的，跑题回来，咱们继续说这位太子李弘。李弘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他的父亲李治和母亲武则天对他的殷切希望，因为这个名字就是太上老君的名字。在道教的传说中，一直有一个救世主，就是太上老君李弘，将来要来到这世间普救众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李治和武则天给他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李弘就是将来的天下之主。从很多史料中，我们都能看到李治和武则天非常疼爱他们这个儿子，对他的诸多行为也是非常的满意。有一次，李弘监国，因为思念父母，所以呢就差人告诉了正在外面巡幸的武则天和李治。李治、武则天听到以后，马上就赶回了皇宫，和他们的儿子在一起。当然了，随着李弘的慢慢长大，也不可能和他的父母没有一点的矛盾。比如说，像在《新唐书》中提到的他的那2位大龄的公主姐姐，因为这件事，李弘和他的母亲武则天确实有不同的看法，可能也会产生了一些矛盾。但是这样的矛盾能有多大，就很值得商榷了。再者说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咸亨的2年，也就是李弘去世的4、5年前。即使是武则天对他这个儿子怀恨在心，颇有怨念，也不至于持续4、5年之久才开始报复吧。而且如果他要是报复的话，那么首选的对象是不是应该是这2位庶公主，不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另外，虽然说在这件事情上，武则天和李弘可能有些矛盾，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更像是武则天依从了他儿子的意思，给这2位大龄的公主做了一个很好的安排。朋友们可能会说，不就是指定了2个侍卫做他们的夫君吗？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怎么可能说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呢？但是啊，根据史书记载，这2位侍卫呢，并不是一般般的侍卫，他们都是勋贵之子，所以他们才有资格驻守皇宫内院。其中益阳公主的驸马叫权益，他的父亲是李世民帐下的名将，曾任兵部尚书，也被封为了国公，所以权益是国公之子，名副其实的贵族。另外，宜城公主的驸马叫王旭，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郡公。虽然说这2位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袭爵，说明他们并不是嫡长子，但毕竟是国公之子。在唐朝，公主配国公之子，这是公主的标配，一点没有委屈这2位公主。即使是嫁给了不能袭爵的庶子也是一样，像大家看的《丽歌行》中的清河公主，最后不就是嫁给了程知节的2儿子不能袭爵的程楚亮吗？唐太宗曾经宠爱的高阳公主，不是也就是嫁给了房玄龄的2子房遗爱吗？这2位驸马婚后不久都被提拔为了刺史。刺史在唐朝的官吏体制中官居4品。大家要知道，在唐朝实行的是3省6部制，3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丞相，也不过就是3品。所以说，不管武则天和他的儿子李弘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有过什么矛盾，最后的结果是按照李弘所期望的发展的。这2位公主可以说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虽然后来这2位驸马都被武则天杀死了，不过呢，那已经是在16年以后，是在公元的691年，那是武则天登基的第2年。这2位驸马都参与了谋反，所以被武则天诛杀。即使是这样，这2位公主并没有一起被杀，只是被禁锢了起来。益阳公主不久后去世，但并不是武则天所杀，她那时候应该也已经40多岁了。另外那位宜城公主在武则天下台以后，得到了唐中宗、唐睿宗的很好的对待，最后在66岁的时候寿终正寝，陪葬乾陵。武则天如果一直记恨这2位公主的话，那么他们的夫君参与谋反，只凭这一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要了他们的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新唐书》中提到的武则天杀害儿子李弘犯罪动机的第1条。第2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唐高宗李治刚刚想要把皇位传给李弘的时候，李弘就死了。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蹊跷，也使得很多人相信武则天是担心李弘挡了他的路，所以把他给除掉了。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实际情况是李弘自幼多病，他得的在当时来说是不治之症，肺结核，或者人们常说的肺痨。在他有几次太子监国期间，他都不可以上朝理事，
只能在卧榻之上接见朝臣。在上元2年时候的李弘已经是病入膏肓，药石无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李治或者还有他的母亲武则天，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他们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挽回他们爱子的生命。这又是一种什么方式呢？这种方式大家非常熟悉，在民间叫冲喜。就是我们知道的，如果家中有个男孩病得很重，这时候医药无效的情况下呢，就想通过给他娶一房媳妇儿，通过这种方式来医治他的病。有时候呢，这种方式呢还真的确有实效，所以呢也就流传了下来。对于帝王来说，娶媳妇儿不算是什么特别令人高兴的事情，也应该达不到冲喜的效果。而且那时候太子李弘已经婚配，他的太子妃出生于河东裴氏。不过因为太子的身体一向不好，所以二人并没有什么子嗣。对于一个皇子，特别是太子而言，他们最大的渴慕不过就是皇位。所以高宗李治决定用逊位的方式来为他的爱子冲喜，希望能够挽回他儿子的生命。各位朋友，那可是皇位啊，没有一个在位的皇帝会轻易放弃这个位置的。李治当然清楚，他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是通过何种手段才得到了这个位置，他也知道他的爷爷唐高祖李渊是在多么无奈的情况下才让出了这个位置。但是高宗李治却愿意放弃这个位置，只为了他的儿子能够活下去。我相信李治这个决定在之前一定是跟武则天商量过的，因为他们夫妻之间那时候并没有任何的嫌隙，他们的目的也都是一致的，就是为了能够挽救他们的儿子的生命。很可惜，非常的可惜，他们这种决然的方式并没有挽回他们爱子的生命，结果是适得其反。在李弘死后，唐高宗李治亲自发布的制文中有过如下的记载，说李弘听到父亲将把大位传给他的时候，是哽咽不止，说他扶枕流息，耿觉遗时，众志绵流，随成尘故。西山之药，不救东代之魂；吹汤之医，莫反世川之命。这其中也提到了李弘临死的时候抢救医治的情况。应该说，当太子李弘得知父亲要传位于他的时候，他是惊喜万状。一方面是他感动于父亲对他的这番爱，另外一方面也是他终于可以一偿自己平生的所愿，能够以自己仁孝的理念去治理天下。不过可能这样的冲击来得过于的强烈，特别是对于他已经羸弱不堪的身体，所以反而使得病情加重，俨然常逝。清代的学者王昶也是持这种观点，他说：太子之薨，由于多病，而又闻禅位之语，盖治不起也。咱们再来说说《新唐书》中认为的武则天杀死李弘的第二条犯罪动机。我们就假设那时候的武则天就是一个权欲熏心、不择手段的人，那么她这时候杀死一个病重的太子，真的是明智之举吗？一个病重的太子将来当了皇帝，不是更容易把控吗？况且李弘又是一个仁孝之子，武则天只用一个孝字就可以把李弘拿得死死的。病重的无法临朝的皇帝，不是更能给武则天创造一个垂帘听政的机会吗？再等到过几年李弘去世，武则天不就更顺理成章地往前再进一步吗？何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的眼皮底下毒死他们的儿子？她真的当李治不存在吗？真的当皇宫内的那些御医们也不存在吗？他们竟然看不出太子是被毒死的，还是病发而死吗？李弘去世以后，唐高宗李治连发了几道制文，都非常明确地说出了李弘的死因，就是重病而死。况且李弘死了以后，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就继了太子之位，而李贤在以后我会跟大家谈到，他是在武则天的所有儿子当中，他最不喜欢的一个。武则天还有两个儿子，分别是李瑞和李旦，
所以说，即便是杀死了李弘，武则天还有3个儿子排着队准备继承太子之位。杀死一个羸弱的、易于把控的李弘，换来几个健康的、不易于把控的另外几个儿子，那武则天到底是弱智呢，还是就喜欢这么挑战自己？《新唐书》中还列举了证人证言，比如说在唐朝中期，宰相李沁曾经对唐肃宗说天后方图临朝，乃镇杀孝敬。这句话呢，确实记录在《唐会要》之中。不过李沁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已经距离李弘之死过去了80-90年。唐肃宗就是唐玄宗以后的那位皇帝，他的皇后张皇后也是效仿武则天伪皇后干预朝政，而且想让自己的幼子能够当太子，将来继承皇位。但是呢，在他儿子的前面还有2个皇子，所以他就设计杀死了1个皇子。宰相李沁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对唐肃宗进行规劝，所以才会说出天后镇杀孝敬皇帝这样的话。实际上他是想用这样的流言来规劝唐肃宗提防他的张皇后。而《唐会要》中有这样的记载，是因为《唐会要》所记录的只是实录，他并不需要去辨别这句话的真伪，只要当时确实说了这样的话，他就会记录下来。即使李沁说的完全是错的，《唐会要》中也会有记载。而在《旧唐书》中的《高宗记》和《孝敬皇帝弘传》中都没有提到李弘是遇震而死。说到现在，我相信关于李弘之死的真相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说起来啊，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1995年，在中国的西安出土了一方墓志铭，墓志铭的主人是当时李弘的太子家令，叫严庄。严庄是大画家阎立本的侄子，阎立德的次子。阎立本就是《凌烟阁24画像》的作者。严家在当时也是名门望族。因为严庄的这个墓志铭写的是晦涩难懂，但是呢，从中大家可以看出严庄也是死于不测，而且他死的时间正好是和李弘死的同一年，是在李弘去世以后的4个月，他就去世了。更为奇怪的是，严庄居然被严家除了籍。那么有人就猜测，严庄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最后被杀人灭口了呢？而严家的人也担心受到牵连，所以把他除了籍。所以这方墓志铭出土以后，关于李弘是被武则天谋杀的言论更加的甚嚣尘上。关于严庄是怎么死的，现在是无从知晓。但是如果就是为了灭口的话，何必要等到李弘去世4个月以后呢？4个月的时间写一个小说连载都够了，什么样的口都能泄露出去。再者说了，神龙政变以后，武则天下台，那些曾经遭受武则天迫害的人，如果还活着就加官进爵，如果已经去世了就得到追封或者追谥。而这位严庄，如果他当年是被武则天所杀，那么这时候他就变成了反武的斗士，他的族人怎么就没有为他恢复族籍？严庄去世的时候已经50多岁，应该已经有子女，甚至可能都有孙子了。那么他的这些后代就任由他的父亲或者是爷爷流浪于家谱之外吗？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他的族人家人也会想办法把严庄这个反武斗士的牌匾抬出来，以期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收益。这难道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所以说，严庄的死一定是另有原因。之所以他与李弘是在同一年去世，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在李弘的身边工作，被李弘的病传染了。别忘了，肺结核可是传染性疾病。至于为什么严家把他除籍，可能是另有原因，但一定是和李弘之死没有什么关系。顺便说一下，在历史上，魏王李泰的太子妃就是严庄的亲姐姐，叫严婉。唐高宗永徽3年，李泰去世，严婉经历了丧夫之痛，随后在其晚年又经历了丧子之痛。在他与他的儿媳周氏护送他儿子的灵柩回乡的途中，积劳成疾，终至不治，享年68岁。后与魏王李泰合葬，
才算是结束了他这一生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唐高宗李治所书的《孝敬皇帝瑞德记》一文中，提到了武则天在儿子李弘死以后的心情。他是这样说的：天后心缠激道，痛结深辞。在据学者考证，很可能是武则天亲自撰写的《一切道经序》中，也写有这样几句话来描写武则天在儿子去世以后的悲痛心情，说浮虚胀而摧心，浮空而眼泪，星颜居郁，感痛难胜。大概意思呢，就是说抚摸着儿子曾经睡过的床的纱帐，禁不住落下了眼泪，想起孩子小时候的林林总总，悲痛欲绝。我相信这些话是武则天当时真实的心理写照。这时候的她恐怕已经不是那个帝国的皇后，而是一个普通的经历丧子之痛的母亲。唐高宗李治愿意以自己的皇位来换取儿子的生命，虽然最后是事与愿违，但这一行动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史中应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特别是在那个王座上沾着斑斑血迹的唐朝，父子的天伦亲情终于温暖了那冰冷的皇权。这本应成为皇室父子间的一段佳话，却被那段杜撰的不存在的丑陋的亲母杀子案所掩盖，让后人无法领略其中的温情。这也就是一段伪史的危害。在网上呢，我也看到过一些关于武则天的文章，很多都是不遗余力地黑化武则天，说她杀了这个儿子那个女儿等等。我觉得在做母亲杀死自己孩子的结论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即使是说的像武则天这样为了权力不惜一切的女人，也一定要慎重。就是因为母亲的天性，我们在评价一个帝王的时候，虽然说重心是在他的江山他的权力，但是呢，我们也要时不时的回到帝王也是一个人的角度上去，这样才能不至于让我们走失。网上还有很多为了黑而黑的文章，让我感觉好像有些人就是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黑暗，似乎把这些人描写的越黑，越能说明他们才算是看到了世界的本质。其实啊，如果永远住在一个不透光的房间里，那你永远不可能知道门外的阳光灿烂。人们不是常说吗？生活中不是缺少美，是缺少发现。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曾经读过顾城的一首诗：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而前2年呢，我又听到过某一位知名的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要与黑暗和解。人是永远无法与黑暗和解的，只能是臣服。如果你想战胜黑暗，其实办法非常的简单，就是让阳光照进来。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不过大唐连环谋杀案并没有结束，因为在李弘之后，李贤继任了太子，而不久他也是不寿而终，而凶手又指向了武则天。那么这次武则天也是冤枉的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